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写给谭松韵的慰藉情书曝光，网友泪崩；那杯焦糖拿铁藏着一段未说出口的心动。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咖啡馆的落地窗，静静洒在木质地板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焦糖拿铁香气，柔和温暖，像一场不动声色的邂逅正在悄然酝酿。谭松韵刚结束拍摄，裹着一件驼色呢大衣，轻轻推门走进这家安静的小店。她的神情略显疲惫，却带着拍戏后放松下来的温柔气息。就在同一个午后，徐凯也恰巧坐在咖啡馆的一隅。他那天并不是为拍戏或采访，只是想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，给自己一点独处的空间。他点了一杯热拿铁，安静地坐在角落，神思游离。命运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开始编织故事，或许是时间的线错乱，或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。当谭松韵经过他的桌旁，轻轻一个转身，不小心碰到了徐凯手中的咖啡，杯中的热拿铁猛然倾倒，溅湿了桌面，也打乱了两人的节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连忙道歉，慌张地从包中抽出纸巾，眼神里满是歉意。徐凯怔了一下，随即笑了笑，语气温和，没事，幸好不是泼在你身上。那一刻，两人都忍不住笑出声，尴尬中夹杂着温度，仿佛命运精心编排的一幕，恰好写入生活的脚本。他们就这样认识了，聊起剧本，聊起生活，从拍戏到童年，话题自然延展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两人竟有许多共同点，连喜欢的咖啡口味都一样，焦糖拿铁，不甜不腻。那天的阳光、咖啡香气，还有那杯被打翻的拿铁，成为了他们都不愿忘记的片段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注定。1个月后，剧组聚餐，谭松韵喝得微醺，朋友们起哄着，如果你能打给你最近最想见的人，明天我们请你喝1年的咖啡。他笑着，眼神却有些飘忽，手指轻轻滑动通讯录，最终停在一个熟悉的名字上，徐凯。电话拨出，周围人一片哗然。没想到那头竟很快传来了低沉温柔的声音，喂，双引号。他沉默了1秒，轻声说，你还记得我们那天喝咖啡的事吗？当然记得，他笑着回答，我还记得你说你小时候特别怕猫，现在还怕吗？双引号。电话那端的笑声穿过夜色，带着暖意。他们聊了很久，从咖啡聊到童年，从理想到生活。那一夜，谭松韵挂断电话后，久久盯着手机发呆，徐凯则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那通电话或许什么都没承诺，却悄悄开启了一段只属于他们的默契旅程。深夜的温柔不只属于偶像剧，在现实中也能令人心跳加速。那晚，徐凯坐在窗边，灯光柔和，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声。他写下一封信，不为寄出，只为倾诉。窗外霓虹闪烁，他一遍遍斟酌每个字，生怕写得太多会惊扰对方，又怕太少无法表达真心。那并非情书，更像是一份时间胶囊，藏着一个男人不敢言说的柔软心意。你说你最喜欢冬天的第1杯咖啡，我却记住了你喝完后微微皱鼻子的样子。双引号。他反复看着这些字句，几次搁笔发呆。他想，如果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或许可以勇敢地告白，但作为公众人物，他明白一封信的分量可能会被放大无数倍。最终，信纸被折叠收好，夹进随身的笔记本里。那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保护在纷繁的娱乐圈里保持干净关系的本能。这封信没有寄出，却也没有被丢弃。它见证了一次真切的心动，也记录了他在感情面前的珍惜与克制。
它像是一扇门，既未关闭，也未开启，静静等待一个恰好的时机。或许是未来的某一天，或许永远不会来。而这种没有结局的情感，往往最让人动容。它像人生中的遗憾，无法兑现，却永远留存在记忆最深处。直到那场颁奖礼，那晚本该只是娱乐圈例行的盛会，热闹而俗套。然而命运再次出手，在某个走廊转角处，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意外的重逢。后台人声鼎沸，灯光闪烁，摄像机不停运作。就在两人迎面相遇的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。徐凯刚领奖回来，眼中闪着兴奋与紧张的光。谭松韵正准备登台，手中紧握麦克风，指节微微泛白。两人同时停下脚步，视线交汇。嗨，好久不见，他轻声道，语气像风一样柔软。你还是喜欢焦糖拿铁吗？一句简单的话，却戳中了那段共同的回忆，仿佛在说，我一直记得你。双引号，这一问一答，看似平常，却饱含深意。他们在短短几秒的对视里，回顾了一整年的故事。即便没有联络，心底那份记忆也从未被遗忘。旁人或许只看到两位明星的寒暄，但懂的人都明白，那不只是重逢，而是一次确认彼此仍在对方心中留有位置，确认那杯咖啡之后的故事并未结束。这段情感不喧哗，却真实；不浓烈，却动人。许多粉丝猜测，他们是否真的在一起？是否只是朋友？媒体追问，网友热议，但他们始终没有回应。或许答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之间那种细腻、暧昧而又温暖的默契，一种不以恋人命名，却足够让人心动的关系。在某档节目中，当主持人提到对方的名字时，他们脸上同时浮现出一样的微笑。那不是演技，而是藏不住的真情。有时候，两个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，未必是恋人，而是那种我懂你的温柔的默契。他们的故事没有标签，却足够让人相信命运的存在。从那场咖啡馆的邂逅，到后台的重逢，从未寄出的信，到深夜的电话，一切看似偶然，却又处处透露着命运的设计。有人说，这两人如果合作一部剧，收视率一定爆炸。也有人感叹，比起合作，我更希望他们能在现实中靠近。双引号，或许他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现在还没有，但他们的故事已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缘分最温柔的注脚。在这个节奏飞快、情感脆弱的时代，他们的克制与缓慢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他们用沉默和微笑讲述了一段不喧哗却动人的故事。如果有一天，徐凯鼓起勇气寄出那封信；如果有一天，谭松韵说出那句“我一直记得你”，也许那将是这个故事的续集。但即使没有后续，这段从尴尬到心动的旅程已经足够令人动容。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情侣，而是彼此心中的一道光，在最需要的时候照亮彼此的世界。命运或许不会一次性将人推向对方，却会用一个又一个恰好的偶遇提醒我们，那个人还在这世界上，而你也从未孤单。你是否也有一段这样的故事？某个未说出口的心动，某个夜晚的电话，某杯再也没有一起喝的咖啡。或许正如他们的故事所示，有些缘分不需要结果，也已足够美好。